谁能想到叙利亚人的屋顶竟然被中国光伏板铺得密密麻麻？而且这还不是叙利亚的独有景象，从伊拉克、约旦到沙特、阿联酋，中国光伏板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全网最火的一组画面，莫过于叙利亚阿勒颇的屋顶，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光伏板层层叠叠铺满楼顶，放眼望去全是醒目的蓝黑色，而这些设备里十有八九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。谁能想到，在常年被战火笼罩的中东，中国光伏没靠铺天盖地的营销，没靠高调的宣传，就悄悄占领了叙利亚家家户户的屋顶，甚至火遍整个中东地区，成了当地民众离不开的刚需好物。不少人觉得奇怪，中东不是传统石油产区吗？怎么会对中国光伏这么追捧？尤其是叙利亚，连基本生活秩序都还在恢复，怎么会先把屋顶铺满光伏板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不是当地人偏爱新能源，而是中国光伏太实用、太靠谱，刚好踩中了中东地区的所有需求点，想不火都难。先说说叙利亚的处境，持续10几年的战乱把当地的电力系统彻底摧毁，全国约40%发电设施被毁，主干电网瘫痪，可用发电能力仅有1500兆瓦，电力缺口却超过4000兆瓦。停电不是偶尔发生，而是日常状态。大马士革部分地区一天只能来电1-2个小时，照明、冷藏、抽水全成问题，传统电网指望不上。大型电站在战争里就是活靶子，柴油发电机贵不说，噪音大、污染重，长期用根本负担不起。而就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中国光伏出现了，一下子成了当地人的救命稻草。中国光伏能在中东爆火，第一个杀手锏就是极致的性价比。一块几百瓦的光伏板在叙利亚市场只要100多美元，一套完整的家用储能系统总成本也就几千美元，能稳定用20-30年，平摊下来每天的成本还不到2元。对比柴油发电机持续烧钱的无底洞，中国光伏一次性投入，后续几乎零成本。对收入有限的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不是选不选的问题，是唯一能负担得起的选择。就连黎巴嫩、伊拉克这些电力紧缺的国家，都把中国光伏当成首选，价格优势直接碾压欧美品牌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光伏安装简单、独立运行，特别适配中东的战乱环境。集中式大电网一炸就废，可家用光伏不一样，每户屋顶一套就是独立小电站，不依赖国家电网，就算周边被炸，只要自家板子完好，就能照常发电。而且中国光伏板质量抗打、耐高温、耐风沙，中东干旱少雨、日照强烈的环境用起来完全适配，普通家庭不用复杂操作，自己就能安装维护，不用铺管线，不用等政府修复，装上就能用，白天发电，晚上储电，照明、充电、冰箱运转全搞定，完美解决了生存刚需。此外，中东的天然条件更是给中国光伏添了一把火。叙利亚、沙特、约旦这些国家年日照时间长，太阳辐射强，是全球最适合发展光伏的区域之一。充足的日照让发电效率有保障，本来就是光伏产业的潜力市场。战乱只是让需求提前爆发，再加上中国光伏产业链成熟，组件、逆变器、储能设备配套齐全，交付快、产能足，能快速满足当地大批量需求。如今，中国光伏的身影早已超出叙利亚，在也门、黎巴嫩、伊拉克、约旦、阿联酋等国，屋顶上也全是中国的光伏组件。当地居民不装大型电站，就装一户一户的小系统，屋顶就是微型电站，电池就是备用电源，家家户户自己掌握供电权。连国际通讯社都感慨，叙利亚人装光伏的速度远超对战后重建的想象。中国光伏成了当地电力恢复的核心力量，就连沙特、阿联酋这些能源大国也在大规模引进中国光伏，推进能源转型。金科、TCL、中环等企业纷纷在当地建厂，打造光伏全产业链。当然，中国光伏不是万能的，没法替代国家电网的全面重建，电池会老化，设备需要维护。但对当下的中东来说，它的意义不是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先把黑夜点亮，让民众能维持基本生活。先有电用，再谈重建，这是最现实的选择。而中国光伏刚好做到了这一点。在这个火爆全网的叙利亚屋顶照片的评论下面，很多网友都留下了自己的看法，其中一句被点赞最多、传播最广的话就是：中国给中东带去了光明，而美国带去了黑暗。
这句朴素直白的评价，没有华丽修辞，却精准道出了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留下的截然不同的现实，也道出了当地民众最真实的心声。这句话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，是因为它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无数普通人用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。美国在中东地区深耕多年，带来的从来不是稳定与发展，而是持续不断的冲突、战乱与毁灭。过去几十年间，美国以各种名义先后介入了多场局部冲突，每一次军事介入都伴随着密集的轰炸、精准的基础设施打击以及大量伤亡。在叙利亚，美军多次对居民区、能源设施、交通枢纽发动空袭，直接导致大量发电站、变电站、输电线路被炸毁。本应服务民众的能源体系，在美军的炸弹下支离破碎，国家电力系统彻底陷入瘫痪。美军还长期控制叙利亚东北部的石油产区，大肆掠夺当地石油资源。据统计，美军每月从叙利亚走私的石油价值就高达3000万美元，而这些本可以用于发电、供暖、支撑民生的能源，却被美军运往他国牟利，让本就缺电少能的叙利亚雪上加霜。除了直接的军事破坏，美国还长期对中东多国实施单边制裁，叙利亚、伊朗、伊拉克等国都长期面临美国的严厉制裁。能源设备、电力零部件、重建物资无法正常出口，即便部分设施在战火中幸存，也因缺乏配件和技术支持无法修复。欧美企业在制裁压力下不敢向这些地区出口电力设备、光伏产品及维修服务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能源危机。美国一边制造战乱、摧毁基础设施，一边用制裁封锁重建道路，让黑暗在中东地区持续蔓延。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从未在中东制造冲突，从未干涉别国内政，更没有掠夺当地资源，而是始终以建设者的身份为当地发展注入正能量。中国光伏走进叙利亚千家万户，只是中国在中东践行和平发展理念的一个缩影。从援建医院、学校到修建公路、桥梁，再到提供电力、通信等民生设备，中国始终聚焦当地最迫切的需求，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民众改善生活。中国光伏之所以能在中东遍地开花，不仅因为产品好用、价格亲民，更因为中国始终站在中东民众的角度，提供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。中国企业在当地销售光伏组件，不会附加政治要求，不会干涉当地内政，不会掠夺资源，只是单纯通过商业合作与民生援助，解决民众的用电难题。在黎巴嫩，中国光伏帮助普通家庭摆脱柴油发电机的困扰；在伊拉克，中国光伏填补了天然气短缺带来的电力空白；在叙利亚，中国光伏让废墟中的孩子能在夜晚安心读书，让药品能妥善冷藏，让生活重新拥有秩序。这种光明不只是灯光带来的明亮，更是生活希望的重燃。在美军制造的黑暗中，民众看不到未来，只能在废墟中艰难求生；而在中国带来的光明里，民众可以维持基本生活，逐步恢复生产，为后续的重建打下基础。越来越多中东民众意识到，真正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，不是坚船利炮，而是光伏板、发电机、水泥钢筋这些能改善生活的实用物资。真正值得信赖的伙伴，不是动辄发动制裁、轰炸的国家，而是坚持和平、专注建设的中国。对此，伊朗总统就曾多次公开点赞中国，感谢中国为地区和平与民生发展做出的贡献。正是因为中国用行动兑现了和平承诺，叙利亚民众直言中国带来光明，是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光伏板带来的改变。这种口碑不是靠媒体宣传塑造的，而是靠一件件实事、一个个细节积累而来。在全球社交媒体上，越来越多中东网友分享中国光伏点亮生活的画面，对比美军留下的废墟，两种形象的差距愈发清晰。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提升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、共同发展。中国不谋求势力范围，不搞排他性合作，而是尊重地区国家的自主选择，助力各国实现自主发展。中国光伏铺满叙利亚屋顶，看似是一件小事，却折射出大国担当的真正内涵。真正的大国责任不是制造混乱、彰显霸权，而是抚平创伤、带来希望；不是让黑暗蔓延，而是让光明普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